7月28号，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中国的成都举办。那天我专门看了一下开幕式啊，我觉得场面确实很壮观啊。熊猫啊，个个憨态可掬啊，那烟花打在天空上，那还写着字儿，一看呢就是中华民族就已经伟大复兴了啊。我觉得客观的来讲，中国现在在举办这些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方面水平确实高，独步天下啊。这也不奇怪啊，因为一方面中国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相比。我估计能跟中国媲美的就是朝鲜了。朝鲜你看搞那阿里郎，同时可以搞几万人，然后去搞这个团体操。其他国家还有哪个国家能跟中国相比？我觉得绝对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动员中国这些人力物力啊，搞一场这种大型的开幕式啊。这大型的开幕式实际上是很花钱的，那你很多国家都有预算嘛，有约束嘛，但中国实际上这些东西只要领袖高兴，这都是小菜一碟，不是个事儿啊。另外一方面，投入的这个人力物力确实也是很多人没法相比。我看到媒体报道啊，这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导演啊说，5年前就开始着手这个开幕式的设计了。你想想，5年呢就搞这么一个开幕式啊，一个导演的艺术生命可能也就30年，人家1/6的时间就为了搞这个开幕式，那你哪个国家的这个导演能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啊？所以水平高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理解啊。我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啊，被称之为小奥运会。这里头有一些统计数据啊，挺有意思的。它是每2年一届啊，在2战之前啊，它呢基本上举办地都是在欧洲，但是战后啊，就基本上都集中在东亚。你看日本啊搞了3届，韩国搞了3届，台湾搞了1届，中国大陆搞了3届。这你想，这3个国家加在一起啊，就搞了这个10届，有20年的时间，这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都在东亚这个地方转悠啊。中国啊也很有意思啊，每届领导人呢，基本都会举办一次大学生运动会。第一次呢是2001年江泽民时期，第2届呢是胡锦涛2011年，第3届2021年就是习近平时期。也就是说，这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啊，原本应该在2021年举办，结果2021年的时候，这个不是搞成疫情了吗？那又是封城啊，又是方舱啊，又是核酸的，这没法搞。虽然当时硬着头皮把这个冬奥会给搞了，因为冬奥会确实很重要啊，搞那个大循环双循环啊，生生在北京给搞成了这种冬奥会啊。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毕竟没有那么重要嘛，所以就推迟了2年，一直推迟到了2023年才举办啊。这个开幕式啊，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这个进场啊，这当时啊进场的时候，美国啊、这个日本啊、韩国的时候啊，这基本上场上一片静默啊。日本，但是遇到了那个中国的一些哥们儿啊，比如说巴基斯坦啊，入场的时候一片欢声雷动啊。但是媒体报道的时候就说，美国、日本这些国家进场的时候说静默如鸡。我看了一下，这话也有点夸张，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用静默如鸡这个词啊，因为鸡也不安静啊，对吧？事实上，这些运动员进场啊都是鱼贯而入啊，间隔的也比较近，你也很难说这个前面一个队刚进来，后面这个队你马上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也夸张。我仔细看了一下，没有那么严重啊。只是说欢呼的声音呢，热情程度那显然是不如其他国家，尤其是不如中国那些铁哥们儿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中华台北队的进场。The hosts of the 2017 Games, they brought over 200 athletes to Chengdu.
这中华台北队进场的时候啊，观众非常热情啊，热情的程度仅次于中国队自己啊。这中华台北队呢，派了17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次大学生运动会，还挺重视的。他的掌旗运动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名字叫廖以任。这廖以任呢是个排球运动员，身高也不高，只有1.64米，但长相特别甜美，性格特别可爱，挥舞着旗啊，立刻就俘获了中国大陆啊很多观众的心呢。当天啊，廖以任呢就冲上了新浪微博的热搜啊，很多人说，你看这台湾的小妹妹啊，就是很萌啊，那一笑啊，把人的心都给融化了。结果没过几个小时啊，风云突变，有的人就查出来了，说这廖以任呢是个台独。为什么是台独呢？因为他在来中国大陆参加比赛之前，他发了一个 Instagram， 这 Instagram 他说要出国比赛了。那你想想，把去大陆说成是出国，虽然说台湾的网友啊到大陆去参加比赛，那比一般的出国要难得多啊，因为你拿中华民国的护照到别的国家，100多个国家都免签证。但是到大陆呢，那困难重重，但是也不能叫出国。你一旦出国的话，那你就是把台湾和大陆看成了一边一国，这就是台独啊。所以呢，很多大陆的网友态度立刻就变了，说小妹妹虽然可爱，但是台独啊，这不行。有的人就在也说，可见这个解放台湾刻不容缓呐。那意思是什么呢？所以你看，这么可爱的小妹妹都被这个台独分子洗脑了，太可惜了。应该赶紧把台湾给解放了之后啊，马上重新对他们进行洗脑，让他们都心系祖国啊。当然也有人说，他说没有归属感也很正常，这两岸之间已经都分开100多年了，怎么可能有归属感呢？你两口子要分开100多年，你看看那是什么状态？更何况这是2个政权呢，对吧？总而言之啊，大陆这个网友啊，就这个廖以任这小妹妹的情况，在网上就开始吵架。这件事情啊，在台湾也引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啊。后来这个廖以任呢，人家在 Instagram 在7月30号的时候专门发了一个帖子，他说啊，你们认错人了，你们说的那个出国比赛那个，你看那个女的是个长发，我呢是个短发，所以就不是我，所以你们搞错了啊。即便如此，还有很多大陆的网友不依不饶啊，说搞错了，你去看他的 Instagram 此前发的那个帖子，他对大陆就是没有好感，就是没有归属感，也就是台独。但客观来讲，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呢，你要说不主张台独的，我看没有几个，95%基本都是主张台独。你就拿现在这次台湾到大陆参加比赛的这些170多名运动员啊，要我说啊，这中间你去翻一下他们的 Instagram 啊，包括他们 Facebook 啊，主张台独的我看是大多数。实际上啊，大陆啊应该把这些台湾参加运动会的运动员通通抓起来。为什么？反分裂国家法伺候啊！你想想，这些运动员虽然是代表台湾来到大陆参加比赛的，但是他触犯了反分裂国家法呀。虽然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国家统一，这不是利益高于一切吗？先把这些台独的台湾运动员抓起来，以儆效尤，看他们以后谁还敢搞台独，是吧？我觉得那个就可以说明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是坚定的，毫不动摇的。谁要是敢触碰中国大陆国家主权还有台湾统一的底线，绝不饶恕他，那才能说明中国真的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是坚定的啊。我知道今天肯定要问到台湾问题，所以我特地带来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祖国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我觉得大陆和台湾呢，就针对这个大运会啊，也包括国际体育赛事啊，双方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啊。2017年啊，这台湾啊就搞过一次大运会，我刚才讲过啊，因为当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啊，大陆呢觉得申请也不错，也没有拦着，最后呢台湾就申办成功了啊。但是申办成功没多久，国民党就下台了，就变成了民进党执政。
结果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要举办这个大运会啊，就出了问题了。这蔡英文啊，当时啊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宣布大运会开幕。那在大陆来看，这怎么能行啊？那哪有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早就没有了。你必须得以台湾省长的名义，你宣布大运会开幕啊，或者是以特区特首的身份宣布中华民国开幕啊。你怎么能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宣布呢？还有那台北市的市长是柯文哲，这柯文哲当时啊被号称是白色力量，然后呢有很多当时台湾的观众就打着中华民国的国旗进现场去加油。柯文哲说可以，没问题，不禁止。还有人说打着台独的旗帜进，柯文哲说也可以。大陆就不高兴了，最后呢，放弃了所有团体赛，只派了一些水平不是特别高的运动员去参加个人赛，这是第一。第二，开幕式的时候干脆不派运动员去，只派了一个人打了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啊，去参加那个开幕式了，表达这种抗议啊。那回过头来，就台湾这次参加这个大陆的大运会的时候啊，你在现场你去听啊，那个国际奥委会就大学生的这个奥委会啊，他们现场在中华台北队进场的时候，他们说中华台北队没问题，结果中国电视台转播的时候都把中华台北叫成中国台北。中华台北。中国台北代表团170名运动员参加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14个项目的比赛。中国的体育赛事转播的时候啊，都把他们称之为是中国台北。其实这两者之间差别还是挺大的啊。因为中华台北嘛，它实际上是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中间的官方称呼。因为这个称呼啊，虽然是一个中国啊，但是它没有隶属关系，它并不表明说大陆和台湾之间谁领导谁，谁属于谁。但中国台北呢，一听啊，就给人感觉好像是台湾已经是归中国大陆管了。所以双方动这个小心思，每年也搞得啊，这挺有意思的啊。我就这个话题，我想讲一讲我的看法啊。我觉得这个体育赛事啊，为什么吸引人呢？或者说啊，这个国际奥委会经常强调说，体育的归体育，政治的归政治啊，政治不应该进入到体育的赛场。包括历史上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场景，比如当年的美国2个黑人运动员比赛完了之后举起手来抗议，结果国际奥委会也说不可以。但其实我的观点啊，实际上现代体育运动啊跟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非常非常紧密，只不过用的是一种比较隐形的形式啊。你比如说啊，顾拜旦恢复了现代奥运会啊，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啊就有几个方面，或者说体育运动之所以从现代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恢复以后啊能够传遍全世界啊，它有这么几个因素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它把人类的竞争之心呐，竞争的这个人性中间的意识啊，变成了一场游戏。大家都知道，人性本身中间是有非常强的竞争意识的啊，这也是人这个作为一个物种啊，能够生存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因特征。如果你不愿意竞争，不愿意在资源争夺的过程中间抢占优势资源，占为己有，你肯定就被淘汰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人类的进化历史，基本就是一个资源抢夺和竞争的历史啊。但是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竞争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打嘛。所以你看，人类的文明史基本上也是一部战争史，非常非常残酷啊。但是体育运动有一点好，它把我们人类基因中间的那个竞争啊，慢慢的变成了一场游戏。第一届奥运会举办的时候啊，当时还给中国的大清王朝发了请帖啊。当时中国研究了半天之后，决定不参加，因为他们没法理解，说那搞了10几个人在场上拿一个球往一个小框框里扔，那有什么意义啊？是没有意义，它是个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它把人的这个竞争之心呢给释放出来了。那英国历史上有那个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
就是看足球比赛的这些流氓啊，喝酒完之后在街上斗殴啊。但你想过没有，这些斗殴充其量最严重的时候，也就是在街头斗殴，它没有变成一种武装冲突啊。所以他把这人的这样一种潜意识的情绪通过游戏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一点是现代体育运动中间非常了不起的一点啊，这是第一。第二，它是增加集体认同。你想想，这体育运动为什么有魅力啊？就是因为有一个你支持的队，你支持的队，你认为他赢了，你就觉得哎，这个特别爽快啊。然后呢，你好像感觉到这些人的胜利跟你也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然后你看到了吗？所有现代的奥运会啊，通通都升国旗啊，奏国歌啊，为什么？其实这就是一种集体认同，而且这种集体认同极大的跟政治裹挟在了一起。为什么东亚这几个国家竞相在搞这种大运会啊、奥运会啊？实际上，它都是通过这样一种奥运会也好、大运会也好，形成一种集体认同，强化一种集体认同。今天的中国更是如此啊！你说中国搞这些一次一次的大运会花这么多钱，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来强化集体主义的这样一种审美。因为你看，中国一下会得100多块金牌，中国强大了，中国富强了，中国站起来了，你的其他国家都被我比下去了，我赢了你们，就这样一种自豪感，通过这样一种的集体主义的审美赋予你，包括那些开幕式所形成的一种宏大的那样一种集体主义的审美仪式啊，让你在这个过程中间就为了你是个中国人啊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什么特别危险的因素呢？就是所有的专制主义的政权呢，都是想用集体主义的审美来代替个人主义潜力的认同。大家看一下这次大运会啊，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比如说搞这个大运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大运会花多少钱吗？你不知道吧？那天天气特别晴朗，有人说是通过这个打这个人工降雨的方式把天气给搞晴了啊，结果也有人反对说这个错的啊，实际上人家没有这个方式，那天就正好碰晴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其实是很难通过一个公开的渠道了解到那天的气象部门是不是通过人工降雨的方式把天给搞晴的。其实这个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很多政治仪式过程中间，这也不鲜见嘛，你并不知道，你没有途径知道，更何况为了搞这次大运会啊，实际上快递很长时间这个成都就进不去了，就不让进快递了。有的人就在网上说我买一个包，结果这个包就进不来了。然后呢，很多小区又开始恢复了出入证，就跟疫情期间一样。更何况习近平到了成都去搞这个奥运会的开幕仪式啊，那个宾馆周围的老百姓啊都不让出去买菜了，那社区里直接发通知说尽量不要出门啊，菜给你送到家里头啊，就又恢复到了那个疫情期间啊。那有人就直接给我发了邮件说，他就说开幕式那一天，那不是打烟花吗？他们家就在那个体育场旁边，那个烟花啊，他们规定方圆几公里的老百姓啊，楼所有的楼顶上全部锁上，不让上楼。他说王局，你知道这多危险啊！万一呢烟花弹打到自己楼上要着起来怎么办？想去救火都不行。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中国搞这种大运会这种体育啊，实际上就是让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产生一种集体主义审美，让你忘掉你作为一个个体呀，在这个国家失去多少潜力。不仅仅是个大运会啊，包括我们搞的所有的那些国际赛事也好啊，包括其他的那些国际会议也好，不都是这个逻辑吗？让你通过这样一种盛大的这个仪式啊，满足一种虚幻的集体主义认同。你看，中国确实很了不起啊！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很骄傲。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之所以认可一个国家、认可一个政府，
究竟是因为什么？应该是因为什么？我真的要吐槽一下，我不晓得是街道办哪一个胎神出的烂主意，把我们那排铺子门头换成平顶的。我想那个人脑子应该进水了。去年只是说是为了迎接大运会，叫我们商家配合一下工作，不到把我们门头换了。你看，我排那会儿是有几个人有本事把那几个拼音拼出来玩的？跟我说那些外国友人他们看得懂吗？从这个地方看，你们看得出来我那是面瓜啊？这个样子，我真的只有自己把门头换回中文字了。你们有本事把对面工商银行也搞成拼音嘛？路过的人哪个看到我们门头都要笑两声。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以前的门头，想出那个点子的人绝对是个人才。集体主义唤醒的都是我们无法选择的那样一种认同感。就比如说，我生在中国，所以我热爱这个国家。但实际上，现代的文明标准应该是，这个国家给我提供了多少权利保护，给我提供了多少福利，为我们普通老百姓创造了多少正向的价值。就拿中国大陆和台湾而言啊，我知道大多数大陆人呢，都主张国家统一，都主张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这样一种情感关系，他站在大陆这一边。但我经常讲的一个假设是，你应该假设的是大陆和台湾、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可以自由加入哪一个这个国家成为他的国民的时候啊，你做的那个选择才是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当你不能选择你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你只能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的时候，这种爱本身就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它只是一种所谓基于你出生在这里面的这样一种理由。这个理由在现代社会中间就没有那么充分了。所以看了这样的一个大运会我就在想其实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的叙事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对普通老百姓的麻醉，让你忘掉你在这个过程中间还需要跟政府有多少权利去伸张，让你忘掉你还有需要多少权利去需要维护。大家想一想，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新闻就在前几天，那齐齐哈尔的那些女孩子被压埋在废墟之下，那些家长求告无门他们呢欲哭无泪那些在学校门口送的那些鲜花，包括那些黄桃罐头那个其实才是普通老百姓跟中国政府之间真实的关系。而就在前2天，还有一起悲剧事件也发生在东北一个母子2人一起在一个山上的公园里自杀了。媒体披露的信息说这个母亲75岁，是癌症晚期，孩子呢45岁，因为失业还欠了几十万块钱结果母子2人就在一天晚上就带着一些吃的东西穿得干干净净的到了那个公园，2个人聊到后半夜之后就一起来自杀了。那我就想问的是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跟政府之间的权利呈现的都是这样一种状态，那你还会为那种大运会给你带来的那种集体主义审美能够给你带来一种更多的认同吗？或者说，即便给你带来的那种认同的话，你觉得那种认同本身有价值吗？我们每个人不是生活在开幕式里，我们都是生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中。开幕式有开始必定有结束，它给我们带来的那样一种刺激都是短暂的。但是我们每天365天会面临一个真实的政府，这个真实的政府是你的食品是不是安全，你的开车的过程中间，你的汽车是不是安全，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路上是不是安全，你的孩子上学的时候，你的孩子是不是安全。当你失业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帮助你？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会不会因病致贫？当你到城里打工的时候，这个城市会不会接纳你？这才是你跟这个国家真实的关系。去年只是说是为了迎接大运会，叫我们商家配合一下工作，不到把我们门头换了。